熊哥一个人的荒野求生，不仅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农庄，还做到鸡鸭成群，瓜果蔬菜成田，成了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向往。秋雨下的猪群已感受到了寒冷，只有叠罗汉才能保持彼此的温暖。然而，刚刚开垦好的菜园为什么要整齐地覆盖上香蕉叶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森林的暴雨从夜晚持续到清晨。随着气温的降低，还处在幼崽期的猪群必须要扎堆才能保持住体温，这是它们基因中自带的技能。荒野的野猪家族亦是如此。当然，对于成年野猪而言，这样的降温并不会对它们产生影响，它们甚至还会利用降雨来捕捉隐藏在土层下的食物。大雨终于停了，熊哥也要抓紧进行昨日未完成的工作。所有栅栏需要用到的木桩都已削尖，他要先将原本的鸭场进行迁移，因为现在他们正处于菜园的中心，将它们暂时围挡在鱼塘中是最有利的选择。毕竟鸭子的粪便对鱼类的生长也大有益处。先在鱼塘的周边安插上木桩，只需用纱网围住，就可以为鸭子们创造一片专属的世外桃源。对于捆扎所用的材料，熊哥还是选用了最方便的竹签，这也是荒野中最容易获取到的材料之一。只需要一小段竹节，精细分割后即可满足需求。沿着支柱的上沿捆扎牢固，中间偶尔的破洞也可以随手用竹签缝补。而对于下沿的处理，则可以用竹签直接插入地面，从而进行固定。然而工作才刚刚进行一半，森林的天空又下起了小雨，又是2个小时的等待。抱起所有材料，菜园的圈搭要正式开始了。先将鸭场的围栏拆除，遗留下的材料刚好可以利用。相隔不远的距离就要插入一根。等到完工，菜园大致的范围就已经确定。原先围挡鸭舍的丝网并不足够，熊哥又拿出了之前破旧的一段，还是相同的固定方法。等到周边捆扎完全，全新的菜园就已隔离完毕，收拾干净饲养鸭群的工具。这是原先为兔群专门打造的兔笼，如今也可以废弃。几根专门用于喂食的食草也要清理干净，当然还有中间的柚子树，多余的分支顺手砍掉，这样所有的营养才能全部供给果实。剩下的就是开挖土地和种植了，这些熊哥准备留到明天再继续进行，毕竟所有的牲畜到现在都还没有喂食。这里还留下了几根香椿树的枝干，熊哥要将它们全部种下，毕竟新鲜长出的香椿嫩叶也能给猪群提供更多的营养。该喂食了，杂乱生长的玉米秧苗并不需要太多，多出的部分要全部砍掉，否则将会影响整体的产量。而被砍掉的这一部分，就是今天猪群的全部主食，整整一大捆已经足够。先将鲜嫩的玉米棒取下，这些可以成为自己的晚餐，而剩下的秸秆则全部丢到猪圈中。如今的老房子已经被小野猪们霸占，熊哥很想将地面全部铺上水泥，这样猪群就能保持相对清洁。然而目前自己没有那样的经济条件，他还需要继续攒钱。玉米棒已经蒸熟，虽然不能完全吃饱，但也足够补充一些身体所需的能量。新一天的到来，熊哥扛着锄头，正式开启了一天的工作。他要将菜园全部开垦出来，一锄头一锄头的刨挖，只有将土层完全松动，才可以进行接下来的种植。乌黑的土地中躲藏着很多大条的黑蚯蚓，用它们喂食鸡群，将有利于母鸡后期的产蛋。3个多小时的持续开垦，即使浑身都已被汗水浸湿，但熊哥依然不能停止。一大片土地终于整理出来，然而过度劳累，熊哥选择了先休息，他会在明天进行栽种。随着东方黎明的破晓，森林再次迎来全新的一天。拿出提前15天就培育好的秧苗，熊哥要开始正式耕种。最先要种植的是西红柿，将它们放在菜园的边缘，是为了以后便于采摘；而间隔出相同的距离，则是为了秧苗的成活，以及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开花结果。西红柿熊哥没有选择种植太多，毕竟它只能自己食用，而这种本土的卷心菜，熊哥则预留下了大片的面积，因为它们可以为自己创造收入，虽然可能只是一点点。栽种已经全部完成，只剩下最后的浇灌了。将软皮管接上，整体浇灌将会节省很大一部分时间。浇水已经结束，所有秧苗都会在接下来的1-2个月时间内茁壮成长。当然，住所旁边的花架，熊哥也顺势浇灌了一下。苦瓜已经结出了硕大的果实，自己吃不了太多，余下的将会进行售卖。还有之前栽种下的红薯，如今已经完全成活，很快这一片都会布满枝叶。虽然现在已是秋季，但正午的阳光还是太过强烈，熊哥还要去劈砍一些硕大的香蕉叶，将它们一片一片的覆盖住。刚刚栽种下的秧苗，这样便可以预防因为太阳的炙烤而使幼苗死亡的情况发生。这是熊哥常年累积下来的经验。然而对于番茄秧苗来说，安插上果树的侧枝才是更加合理的选择。如果还是用香蕉叶覆盖，很可能会将其压断。崭新的菜园已经打造完成，然而农庄的建设还只是刚刚开始。最大的黑猪还有1个月左右迎来生产，第2只雌性野猪也会在它之后不久诞下幼崽，前往野外采集各种新鲜的果实，改善2位准妈妈的伙食。随着新一天的到来，
森林已被暴雨覆盖，持续2个小时的强降雨，不知道又会给熊哥带来多少的损失。源源不断的山洪正从山顶冲击着农庄，幸好沿途的植被茂盛，否则这样的强度很可能会引发泥石流。冲击而下的山洪全都注入到了鱼塘之中，鸭群正在忙于捕食山洪带下来的食物，小螃蟹也在寻找着自己适合的位置。熊哥住所的一层已经开始进水了，幸好暴雨在持续了2个小时后终于停止。趁着这个时间，熊哥将房屋旁边的排水沟清理了出来，因为他判断暴雨很可能夜晚会再次来临。当然，大雨的影响还远不止如此。就在自己想要冲洗的时候，熊哥才发现山泉水的供给系统已经遭到了山洪的破坏。然而，没有持续的水源是不行的，他要立刻出发去到供水的源头，检修自己的设备，带上柴刀。泉水的源头距离自己还有很远的距离。当然，暴雨的降临也不全是坏处。前几天种植下的蔬菜，在大雨的浇灌下已经尽数成活，并且土层也储存到了足够的水分。顺着铺设的管道，熊哥来到了山泉水的源头，先将冲击而下的枯叶全部清理干净，否则它们很可能会在以后堵塞管道。继续向着下游检查，一路上还要用石块将管道重新固定，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再次被山洪冲走。已经找到了损毁的地方，这一节水管已经被山洪冲走，只留下了衔接的一头。看来后面的水管应该是被冲击到了下游的位置，待会要重新寻找到它们。不过现在要做的是要保证每一节都能够水流通畅。熊哥利用了水流自身的压强，先将管口堵住，等到水流积满整个管道再将其放开，这样便可以利用压强将淤堵在其中的稀泥尽数排出。等到泉水流速完全正常，这就说明了管道已被清理干净。继续向着下游前进，要将被冲走的水管找到。在大概200米的距离处，熊哥找到了已经损坏的皮管，他还要像之前那样一点一点将其拖回到连接点。管道的中间有好几处被折断，幸好没有完全断裂开来，否则会是极大的损失。先用螺丝将连接处固定，这样便可以避免其再次脱落。损坏的地方已经产生了破洞，虽然这并不会对水压产生过多的影响，但是长此以往还是会有隐患。熊哥最后将其重新的封堵并处理好，继续向下，经过的每一段都将管道捆绑在旁边的树干上，除非大树被连根拔起，否则都不会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。当然，除了固定和修复，熊哥还要将水管逐节拆开检查，然后再利用相同的方法将水管中的淤泥清理干净。整个上午的忙碌，供水管道已经重新修整完毕。回去的途中，熊哥顺带砍了一节香蕉树干，毕竟待会还要喂食猪群。泉水已经通畅，水压也已恢复正常，然而暴雨却让养殖场变得脏乱不堪，看来只能先做简单的清理了。夜晚的时候，暴雨很可能会再次袭来，屋前的丝瓜都已全部长成。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，熊哥决定要先将它们全部摘取下来。虽然不能立刻进行售卖，但是只要保存得当，还是可以再等上2天的。毕竟这整整一簸箕也能卖上不少钱。久违的阳光照射进森林，又是全新一天的开始。熊哥该去检查一下暴雨后山坡上的田地，一棵野生的番石榴树结出的部分果实已经成熟，熊哥采摘上2颗，给自己补充维生素。旁边还有一串成熟的香蕉，也将其采摘下来。回去的时候，这可以用于喂食猪群。已经到了种植的山坡了，很多已经结出的玉米棒被山老鼠吃掉了不少。对于这样的情况，熊哥也是无可奈何，毕竟这是在原始森林中，鼠害根本无法被彻底根治，旱稻已经全部开花抽穗了。看来不久以后就能收获到足够多的粮食了。还有这些同时种植下的芋头，叶子的褪色也标志着地下的果实已经快要成熟。位于上方的大片木薯地，整片绿叶也是欣欣向荣的景象。看来暴雨未对田地产生过多的影响，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。该回去了。临走前筛选一下品相不太好的玉米，熊哥要将它们砍掉，并带回去作为牲畜的饵料。猪群非常喜欢新鲜的玉米，熊哥将玉米棒全都剥成了玉米。最大的雌性黑猪的肚子已经越来越大，再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它就会生产。熊哥可以从手掌摸上去的感觉得知，第2头雌性野猪也是同样。不过它的时间将会在黑猪生产之后。如今农庄已经有了13头猪，从当初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的牲畜成群，这可真是不易。而1-2个月以后，这个数量很可能会重新翻倍。剩余的时间，熊哥又将住所的周边搭建起了围栏。毕竟最近一批鸡群已经逐渐长大，它们总是会跑到自己的住所之中，把一切都搞得很脏。现在要将它们重新隔离开来，并且为了预防更大的降雨，熊哥还在房屋的后方挖掘出了更大的排水沟，以及用毛竹做成的隔离，一切都已处理妥当。第3天的清晨，阳光依然明媚，熊哥还是照常喂食着牲畜。不过今天他将会为即将生产的母猪改善一下伙食，自己要去到丛林中寻找一些不一样的食物。前2天的暴雨让丝瓜再次疯长，就连南瓜也已经长出了幼小的果实。逐渐成熟的番石榴再摘上2个，它们可以作为自己赶路所需要补充的水分。穿过高大的灌木丛，熊哥来到了山坡，这里有一棵野生的柚子树，
采摘下一个，自己要尝一下野生的和自己种植的到底哪个好吃。当然，这满树的果实在成熟以后都可以采摘下来，这对于自己来说就是额外的收入。一棵野生的木瓜树，它的果实可以给即将生产的母猪带来更大的作用。全部搜集起来，鲜嫩的枝头也可以成为食物。最后再采摘一些锄桃树叶，这是野猪们的最爱。满满一背篓已经差不多了，该回去进行加工了。先将木瓜全部切割成片，虽然都还尚未成熟，但是只要经过蒸煮，营养依然不会受到损坏。全部倒入大锅之中，锄桃树叶也要切割成细丁，二者完全混合。等到水开，最后再加入玉米糊，一份营养充足的改善性猪食就已完成。放凉的时间，熊哥要先给猪群清洗一下卫生和降温。7只小野猪还不适应，冰凉的山泉水浇在自己的身上，而2只黑猪却极其的享受。这段时间，熊哥要更好的照顾它们，毕竟它们即将迎来生产。在给所有的猪群洗完澡后，此时的猪食已经放凉。无论是7只小野猪还是2只黑猪，它们看上去都更喜欢这样做出来的食物。看看经过驯服和饲养的这4只野猪，如今个个都是身宽体胖，这足以见得熊哥的尽心尽力。而这些又会给他创造出多少的财富呢？全新打造的野外鸡舍，硕大的空间和双层的设计，难道是要进行规模化的鸡群养殖吗？然而一向乖巧的乖乖，为什么会和野猪干了起来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扛着锄头开启了一天的工作。今天他要将菜园空出的位置都播种上蔬菜，趁着早晨太阳的温度还未达到最高，先将尚未开挖的空地整理出田埂，结块的土壤也要全部切割成小块，尽量保证土层的松软，才有利于接下来菜种播种的成活。一个上午的时间，空余的位置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。然而此时的气温已达到了1天中的最高，这不利于播种。熊哥决定下午再继续进行，况且饲养的牲畜在高温下还需要照顾。将猪舍打开，让猪群自由寻找可以乘凉的地方，这样才不会让他们觉得烦躁。所有的小家伙都已适应了放风的时间，舍门才刚刚开启，等待着的猪群就已陆续向外狂奔。撒上点新鲜的玉米，所有饲养的宠物全都齐聚在了一起。毕竟这样是嘴的小零食可不是每天都有，并且它还可以缓解正式喂食前的饥饿。然而此时的乖乖看上去好像和以往有些不同，它在不停嗅着野猪的气味，并且还是一只公猪。看来乖乖也是到了想要传宗接代的时候，只可惜他找错了对象。零食已吃完，猪群也可以自由活动了，而熊哥也要去搜集今天刚刚产下的鸡蛋，这是每天都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，也是有一些享受的时光。此时2只母鸡还在窝中忙着下蛋和孵化，不过熊哥却并不会理会，当着他们的面直接将鸡蛋收走，已经成了常态。17、8个数量是鸡群一天的产蛋量，不过熊哥对此并不是特别的满意，他的心中已经在盘算着要扩大鸡群的养殖规模。7只小野猪的体型已经逐渐长大，即将要生产的黑猪也开始出现了行动上的不便。将鸡蛋收起，它们会在以后被集中售卖。阳光已没有之前那么的强烈了，熊哥要继续菜园的工作，只剩下最后一块土壤还未翻新，一铲子一铲子持续刨挖。随着边界沟的梳理完成，最后一块蔬菜温床就已彻底开垦完毕，整体浇灌上山泉，让土层保持一段时间的湿润，才可以更好的促进种子的发芽。灌溉已经结束，熊哥拿出了购买的蔬菜种子，最先打开的是苋菜，直接播撒在土层的上方，土壤中的缝隙几天后就会生长出嫩苗。紧接着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青菜了，当然播种的方法也是同样，直接播撒。最后播撒下的种子是越南当地的菠菜，丰富的铁元素含量可以在以后帮助自己在这荒野中生存得更好。菜园的耕种已经全部完工，熊哥等待着绿意盎然的那一天到来。转眼已是第2天的清晨，喂完牲畜以后，熊哥要为鸡群扩大养殖做提前的准备了。这些之前被暴风雨折断的树干刚好可以利用，砍掉多余的旁枝，笔直的树干不需要过多的处理，就可以直接使用。而对于新的扩建地址，熊哥则选择在猪舍的旁边较为整齐的排列建设，不但利于以后的饲养，并且还能让仅有的空间得到更好的利用。一只野生的山鼠在燥热的天气中寻找新的巢穴，然而不巧的是，它刚好经过了熊哥的农庄，平时喂食散落的玉米被小家伙发现了，只可惜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餐，乖乖抓住了它。虽然俗话总是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但是长期生长在野外的乖乖已经学会了打猎，并且这对于自己来说也是补充蛋白质的绝好机会。野生大老鼠被熊哥烤熟后喂给了乖乖，当然补充营养后的乖乖也没有闲着，他跑到了基地和野猪宝宝干了起来。这可能是在锻炼自己的狩猎技巧，当然也有可能只是玩耍，但是小野猪貌似已经认真了起来。不过孔子曾说过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希望乖乖不要玩得太过分了，否则等到野猪长大了就不好了。新鸡舍的搭建工作还需要继续，熊哥准备好了所有的材料，斜坡上挖出深坑，每一根立柱的承重都足以抵抗随时而来的暴风雨，并且为了让整体更加坚固，底座搭建的横梁，熊哥还特意的开凿出了对应的缺口，
以便于更加完美的契合。当然，对于底座的设计，依然还是选择了悬空，这样不但可以保证室内的干净卫生，并且还能一定程度上防止猎食动物的侵害。随着长长的铁钉一次夯入，鸡舍整体的空间就已完整的呈现。这应该是熊哥目前搭建最大的鸡舍。然而森林的大雨说下就下，无奈熊哥也只能等到明天继续了。3个多小时的降雨终于结束了，熊哥还要抓紧时间准备猪群的食物。住所旁边的宽大枝叶，它们已经在此生长了很久，全部劈砍下来。不过这么多数量也只是刚刚好，依然还是切割成片。山泉水蒸煮可以让猪群更好的进食，制作还需要时间。等待中，熊哥来到了菜园进行查看。持续降雨让前几日播散下的菜种长出了嫩苗，眼前的一片全都是青菜，虽然看上去有些密集，但是并不会影响整体的生长。旁边的苋菜看上去也是长势良好，还有刚刚长出嫩芽的菠菜。菜园的一切都在一点点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在给牲畜喂完食之后，一天的劳作再次的迎来了落幕。清晨的阳光已经铺满了整片天空，熊哥必须在今天完成鸡舍的搭建了。固定好顶端的横梁，这样的高度貌似鸡舍并不只是一层。果然，熊哥在中间的位置处又添加上了横梁，看来这次的规格相比于以前都要豪华。前后2根已经固定完毕，此时大致的框架也已基本成型。整个上午的忙碌，然而现在依然不能休息，他要在夜幕再次来临之前将鸡舍彻底打造完毕，劈砍出长短相同的树干，这是搭建底座所需要用到的材料。间隔出大致的距离就摆上1根，这样就形成上下2层，并且每一层的空间看上去都很不错。等到将其完全固定，还真的有2层小洋楼的鸡舍感。最后就只剩下棚顶的设计，用1根长长的树干向外延伸出空间，这样旁侧就多出一块可用于避雨的地方，并且最上层还形成了一块隔热的3角。这样一来，即使是在强烈的光照中，也不会让鸡舍内的温度过高。同时，为了减轻顶部的重量，熊哥选择毛竹作为搭建屋顶的材料。又是2个小时的马不停蹄，整体的搭建终于完工了。熊哥拿出防雨布将顶棚全部覆盖，足以保证不会有渗水的情况。等到铺设完成，此时鸡舍的整体样貌也已近乎完成。最后在铺设上提前购买的多孔橡胶垫，平整宽敞的空间，也给饲养提供了更多可能，并且也非常便利于清洗。只剩下4周的围墙了，多出的防雨布刚好可以派上了用场，全部固定结实。这样一个足以饲养上百只鸡仔的鸡舍就彻底搭建完成。那么你能猜到熊哥到底准备饲养多少只跑山鸡呢？垂钓的技术依然还在，这是近1年中第2次拿起钓竿，同时迎来第2次的还有玉米的丰收，单独打造出用于储存的仓库，这些都是喂食农场牲畜的口粮。昨天鸡舍已经搭建完成，然而此时熊哥无法立刻下山购买鸡仔，最近降雨太多了，下山的路太过于湿滑，先照顾一下饲养的猪群。这是已经生完幼崽的第1只雌性野猪，它和刚生完宝宝的女人一样，减肥没能成功，身上已经堆积了一身的肥肉，看乖乖又开始调皮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他盯上了这头野猪幼崽，总是想着要和它过上2招。现在用于喂食猪群的干粮早已经吃完，不过幸好第2季的玉米已经到了可以收获的时间，熊哥要先收割一部分，当然还有这些自然生长的鲜嫩香蕉芽，它们同样是猪群们的最爱。整整1背篓玉米，外加1捆绿色食品，这些勉强够猪群吃上2、3天了。近段时间的劳累让熊哥迫切需要补充一下营养，于是他决定再次拿起钓竿，重新回归自己的老本行，挖上几根蚯蚓。开垦的鱼塘经过这么久的养殖，应该会有不少大鱼。不过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近段时间频繁降雨，很有可能让鱼不太愿意开口。10几分钟的等待，随着干烧的抬起，熊哥钓起了第1条纯正的野生鲫鱼。个头虽然不大，但是只要能有6、7条也足够食用。然而等到第2竿入水，硬是等了足足2个小时才钓起了第2条。现在的结果已经验证了事先的猜想，鱼塘中的鱼儿并不愿开口。熊哥决定放弃，毕竟天色已逐渐昏暗，将采摘的玉米棒剥离。这是入睡前最后一次喂食农庄里的牲畜。虽然鱼没有钓到，但是补充营养的决心并未改变。即将迎来整片玉米的秋收工作，拥有充足的体力才能更好的完成。熊哥再一次杀了1只鸡，1碗米饭，1份白斩鸡，这会让自己补充到足够的蛋白质。当然，按时入睡也是恢复体力的绝佳方式。每天晚上9点，这是熊哥铁打不动的睡眠时间。转眼间已到了第2日的清晨，重新恢复了活力的熊哥早已处于忙碌之中。他要先打造一个仓库，用于存储即将要进行大面积收割的玉米。房屋周边搜集足够多的废弃树干，这些都是之前剩余的材料。选择好地点，继续刨挖出用于埋下支柱的深坑。当然，对于存储来说，仓库不需要搭建的太高，只要能保持隔离潮湿的地面即可，避免玉米发芽生根，就可让其长久的保存。短粗的树干一点点的夯实，用毛竹作为测量的工具，先将承重的底座整理出水平，然后再根据彼此之间的距离切割出长度刚好的树段，首尾相连，依次固定，一个坚固的底座就已完成。为了提升整体的承重性，隔出相等的距离，
再添加上几根横梁，也有利于地板的铺设。而对于铺设的材料，熊哥还是选择了较为省力的毛竹，全部从竹节处劈出裂痕，只需将其展开就可以形成一整块的竹席。地板的铺设已经完工，在下完了一场小雨后，熊哥又进行了四边围栏的打造，直接用切割好的树干进行一层一层的垒建，而中间所空出的空间足够将所有的玉米尽数储存了。当然，想要立刻收割玉米还不现实，熊哥还要让粮仓晾晒整整1天的时间。当然，这期间自己也没有休息，而是再次背起了背篓朝着森林走去。潺潺的溪流贯穿着整片的山脉，小螃蟹在忙于寻找更合适的巢穴。一棵结满果实的木瓜树尽数摘取，又可以给猪群制作补充营养的美食。切片的工作，熊哥几乎每天都在进行。30-40斤的木瓜，在柴刀的挥舞下，仅仅用了15分钟就全部变成碎片。随着第3天的到来，全副武装的熊哥要正式开始采收玉米了。先用竹签修整出一个便利于收割的工具，然而必经之路上的深沟变成了唯一阻碍的条件。熊哥用树干简单搭建出便于通行的桥梁，扛来粗壮的树干，3根的数量已经足够。为了让其更加的坚固，熊哥还用铁钉分别钉死在中间。现在别说走人了，开车都行。正式进入采收的环节，用竹签削割出来的工具可以快速破开外边包裹着的枯叶，只是一个小小的设计，就让自己收取的速度提升了很多。不一会的时间，满满1箩筐的玉米棒就已采收完毕。你能猜到这一背篓有多少斤吗？将玉米棒运回营地，直接倾倒在搭建好的粮仓中。然而仅仅依靠这么小的背篓，那要何时才能收得完呢？熊哥决定带上了几个编织袋，又是2个多小时持续劳作，身上的衣服已全然被汗水浸湿。然而还未到休息的时候，打包好封口，一袋一袋扛回去，将会比之前省力很多。对于收割完玉米的秸秆，熊哥还要将它们全部砍倒，毕竟还要接着种下新的玉米种子。1年3季的成熟周期是热带雨林特有的。整整忙碌了1天，小半块的山坡已经收取完毕。然而天空却在此时下起了小雨。熊哥马不停蹄在粮仓的上方搭建出遮雨的顶棚，否则这么多的玉米都将会损坏。先简单的在前后竖起2根长杆，然后在中间捆绑上横梁，直接将防雨布铺上。到 V 型的屋顶，可以将所有的雨水全部排除。最后只需要在4个边角的位置夯入用于捆绑的树桩，等到完全固定，一个简易的存储粮仓就已完成。其实想要在荒野之中一步一步的建起农庄，是真的不易，并且要想做到像熊哥这样鸡鸭成群，瓜果蔬菜成片，捕获野猪进行驯化喂养，专门种植玉米用作牲畜的口粮，从白手起家到现在如此的规模，想必更是难上加难。但这些其实不就是小时候的生活吗？而如今却成了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向往，真不知道到底是可喜还是可悲呢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见证吧。